2023年2月，加州州長加文·纽森颁布了一项旨在解決无家可歸危機的法案，摆出了一副要打硬仗的架势啊。这2年多过去了，当地民众看到的不是什麼捷報啊，那就是一場荒誕劇啊。州政府號稱砸了240億美元下去，結果呢，街上的帳篷和流浪漢是一點沒見少，反而越來越多了。240個億啊 ，US dollar 啊，平均分給每個無家可歸者都能分到不少了吧？可現實是什麼呀？連政府自己都搞不清楚這240億究竟花哪兒去了，完全就是一筆徹頭徹尾的糊塗賬啊！這錢到底是怎麼沒的呢？看看美國媒體爆出來的消息啊，簡直就是千瘡百孔啊！在舊金山，一家叫做 HomeRise 的非盈利組織，拿着市政府超過2億美元的撥款和貸款，說是要給無家可歸的人蓋房子。可審計報告一出來，老百姓目瞪口呆啊！這組織居然能未經批准，像從自己口袋裡掏零花錢一樣，從專項賬戶裡挪走200萬美元。發工資沒錢了怎麼辦呀？再從物業運營賬戶裡借250萬。最牛逼的是，他們把本該用於流浪者的救命錢花在了給員工發獎金、組織社交聚會、搞內部籌款活動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上。一個廚師把客人給你買食材的錢全拿去給自己置辦行頭、開慶功宴了，然後端上一盤空氣，舔着臉對着飢腸轆轆的客人說：“哎呀，看吶，我多努力呀，才能有米空吧。”這樣的事兒只是冰山一角啊，洛杉磯的情況失控更嚴重，幾十億的資金撥給一個叫 LAHSA 的機構去管理，結果連最基本的追蹤和問責都做不到，完全是一筆爛賬。最近的獨立審計就發現，他連承包商的數據都沒法準確收集，更別說追責了。這導致巨額稅款很可能就被挪用了。更離譜的是，另一項審計發現，平均有1/4號稱是通往永久住房門戶的緊急床位一直空着，5年下來白花了納稅人2.18億美元。前些日子洛杉磯市議會全票通過，考慮要不要把這麼多資金的控制權從拉薩手裡奪回來。你早幹嘛去了呀？這不叫管理失誤啊，這是堂而皇之的系統性縱容啊！那紐森州長對這個自己一手主導的爛攤子是什麼反應呢？他就是個天才啊！最近他大聲疾呼啊，要求加州各個城市頒布法令，禁止無家可歸者在街頭露營。這邏輯絕了！哎，我花了240億沒解決你們露宿街頭的問題，那行啊，我現在宣布你們露宿街頭本身是違法的。不解決問題，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再直白點，只要看起來有點問題的人，我都給你解決了。一邊對資金的黑洞是視而不見，一邊對街頭最淒慘的景象是揮舞法律大棒。這種操作，正經幹人事的家長們看在眼裡，聽到耳朵裡，那不個個汗毛倒豎，背脊發涼啊！把責任推給地方政府，用一刀切的執法來掩蓋失敗。這不是在負責呀，這是在瀆職犯罪啊！一個旨在幫助弱勢群體的龐大體系，在實踐中扭曲成了一個自我餵養的黑洞產業。那巨額資金以幫助之名，在層層轉包、管理費和奢侈浪費中被吸乾了。對於那些承包商和非營利組織的高管來說，無家可歸者不是需要被消除的苦難，那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源和客戶啊！流浪漢越多啊，證明需求越旺盛，能申請到的拨款就越多，好吧？徹底解決問題就等於砸了自己的飯碗了。一邊是高管們在會議上用着昂貴的投影儀討論怎麼戰略性的分發救濟物資，那無數破產的個人和家庭在街頭掙扎呀，那看不到盡頭啊！這個系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功了，成功的維持了無家可歸這個產業的欣欣向榮啊！就家裡待不下州这種鬧劇啊，
在我們這兒早就經歷了1000年的經驗，積累了絕頂珍貴的經驗教訓了。就是沒有透明度和問責制的號稱的善良，最終只會滋養冷漠和腐敗啊！你們納稅人的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無數普通人辛勤工作的汗水啊！這些錢被扔進一個深不見底、拒絕交代的黑箱，那損害的不僅僅是公共財政啊，那更是整個社會的信任閾值啊！前幾天馬斯克不是也說了嗎？政府是按無家可歸者人數向援助組織付費的，這麼幹只會有更多的無家可歸者，因為這些所謂的非政府援助組織只會竭盡全力增加無家可歸者的数量。最後總結就是說，你在激勵什麼，就會發生什麼。